哈哈哈，蝼蚁而已，还想着蚍蜉撼树，简直痴人说梦。那么就让你们多活几日吧。等到了万界圣子争夺战之中，那么你们就做好准备死吧。一道洪亮的声音响起，恐怖的气势也是伴随着声音波动，朝着四周散去，令得不少势力的神奇强者纷纷感到骇然。这神奇联盟的大神君都亲自来参加万界圣子争夺战，恐怕他们想要夺取万界圣子之名，将会更加的难上加难。9重天位神巅峰的实力，可是说是在万界圣子争夺战中，可谓是最强存在，更是没有任何的对手。怕是这一次神奇联盟将会彻底的掌控万界圣子之名的花落了。随着神奇联盟的超级方舟开始缓慢的行驶在了靠近彩色虫洞的最前方，而且就连超神巅峰势力的方舟都是黯然失色。当然，这并不代表超神巅峰势力的神蛟不是天龙对手，毕竟他们的底蕴古老悠久，不一定会弱于神奇联盟的天龙大神君。这神奇联盟就如同是投入湖面的一颗石子，激起了一阵阵涟漪，让所有势力的神奇强者都不得不重新评估这场万界圣子争夺的结局。萧炎，好久不见啊，没想到爹说的是真的，果然会在这里遇见。此时神渊宫最特别的方舟朝着萧炎这边靠近来，同时那方舟靠得越近，那玄妙的气运波动就会愈加的强烈，就好比要将把别人身上的气运抽离一般。当然，这对于萧炎他们来说还是可以利用神渊之气抵御的，这便是实力强大的优势。萧炎见过小龙兄、雨涵姐、吞吞前辈、吴主母、苏主母，看到那方舟上的熟悉身影，萧炎也是拱手恭敬道，毕竟神渊宫帮助了自己很多，并且之前要不是元尊亲自前来天域，恐怕如今自己都已经葬身在天域之中了。而灵动牧尘二人自然也是知道来者是谁，便是立马拱手招呼道，小辈灵动牧尘。见过神渊宫的诸位前辈，方舟上的吞吞再次见到萧炎、灵动牧尘三人时，心中也是深感欣慰。当初他们在天元界的时候还只是主宰境的实力，如今再次相见时，他们也早已经成为了一名超级神奇，实力强大无比，就连吞吞都羡慕他们三人的天赋，自己这些年要不是在神渊宫中修炼，恐怕都无法达到这样的高度。虽然吞吞的天赋相对于萧炎、灵动牧尘三人高，可是也不会特别差。你们三位别来无恙啊！吞吞迈着步伐来到了方舟最前方，对着萧炎、灵动牧尘三人感慨的一笑道，吞吞前辈好久不见，如今看到前辈意气风发，实力想必也是更上一层楼了。萧炎、灵动牧尘三人面带微笑的开口道，见到了老熟人，他们也是发自内心的开心。闻言，吞吞也是开怀大笑起来，然后带着一丝玩笑道，这次前来参加万界圣子争夺战也是为了争夺名额，原本以为自己还有一些机会，但是看到你们这些年轻人的成长，我怕我自己只能是过来历练一番了。萧炎、灵动牧尘自然也是听出来吞吞前辈的玩笑之意，当即回答道，哪里，我们在成长，吞吞前辈也在成长，这万界圣子之名最后也不一定就是落在我们的头上了，对吧？哈哈哈，有点意思。吞吞听了也是当即大笑出声。而站在与萧炎同一艘方舟上的丹神塔郭九牧大师兄等人，见到萧炎他们竟然与神渊宫的人也认识，而且好像关系还不错的样子，心中感到一丝惊讶。毕竟神渊宫乃是与丹神塔齐名的存在，神渊宫之主更是神界大传奇，所以对于神渊宫的人，就算是心生傲气也会稍微收敛一点，但这并不会在万界圣子争夺战中惧怕他们。萧炎兄弟可以啊，你如今的实力已经成长到这种程度了，厉害。小龙打量着萧炎一顿惊叹，在第一次与萧炎出狱时，萧炎还只是一名序列神，自己乃是2重天位神，如今竟然都感受不到萧炎的高点在哪，只感觉有一股可怕的气息被刻意的隐藏起来。小龙兄的实力也很强大，如今就算是我与你交手，都不见得能够击败你。萧炎笑道，不过他说的也是实话，对方的气运之力乃是大咒中前5的存在，如今他所掌控的气运之力已经远超之前那个时候。你们三兄弟的实力都已经大幅提升，不过这一次来参加万界圣子争夺战的那些强者中，也有一些极其棘手的劲敌，还是要小心一些。此时神渊宫的五瑶对着萧炎、灵动牧尘他们三人提醒道，毕竟他们来此的目的之一也是想历练小龙和雨涵他们，至于争夺万界圣子之名，怕是并不会在乎。闻言，萧炎、灵动牧尘他们也是点点头，他们可不会因为自身的实力有所突破去迷失方向。诸神万界之辽阔，一些神奇强者怕也是有着可以力压一切的恐怖力量玄机。五瑶和苏有薇二女看了看萧炎一旁的吴雪，吴雪也是对着他们微微一笑表示回应。五瑶，此女子好像有些特殊，刚刚我无意间用气运之力窥探他们之时，唯有这位女子竟是无法被窥探，在我的脑海中只看到一片白茫茫的世界，仿佛一张白纸，又仿佛是清澈见底的水流，无比的纯净。苏有薇此刻也在第一时间对着五瑶传音道，收到了苏有薇的传音后，五瑶也是回应道，的确，此女子有些特别。旋即五瑶便是开口道，萧炎小兄弟，这位女子是吴主母，她是武神阁之主的女儿，如今也是我的女友，她叫吴雪。萧炎说着也是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但这也是实事，所以对于神渊宫的人，
萧炎并没有隐瞒什么，都是一五一十的介绍起来。好美丽的一位女子，没想到是萧炎小兄弟的女友，真是不错的眼光。武瑶对着萧炎、吴雪二人微笑的点点头，不过武瑶看向吴雪的眼眸中带着一丝意味深长之意。然而就在他们几人交流的时候，在遥远的虚空尽头，仿佛被一股无形之力撕裂，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虫洞。它不同于寻常的虫洞，其周围环绕着璀璨的星辰，散发着诱人的光芒，似乎在诱惑着人们进入其中。在那虫洞内部，隐隐约约地流动着奇异的次元力量，如同液体一般旋转着，不断变换着颜色和形态，让人无法直视。然而就在这一刻，三道穿着深黑色衣袍的身影从其中缓缓地浮现而出。这三道身影的出现，远远望去如同是虚无缥缈的影子，有一股难以言喻的感觉，仿若穿越了漫长的岁月。他们的气息深邃而不可捉摸，仿佛与这个纪元格格不入。这三道身影的周身散发出无数细小的光点，形成了一团液体。这些光点液体在空中跳跃飘散，时而聚集成不同的形状，时而又瞬间消散，宛如梦魇中的幻影，让人捉摸不透。现场的众多势力神奇强者在这突如其来的异象面前，表情各异，有的瞠目结舌，有的面色苍白，有的则显得异常兴奋。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对未知的好奇与恐惧，仿佛在这巨大的虫洞另一端隐藏着能够颠覆整个世界的秘密。一般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神秘而又充满亡灵的气息，仿佛整个世界都陷入了一种死亡的领地。这道虫洞的出现不仅仅是一个视觉上的震撼，更是对人心灵深处的一种触动。众势力神奇强者心中暗自揣测，他们究竟来自何方势力，又或者是某种更加强大存在的预示。随着三道身影越来越清晰，人群中的议论声也逐渐高涨。那是什么？萧炎、林动牧尘等人在这一刻也难以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变化，他们的面色浮现震撼之色，显然他们也根本没有见过如此神秘又诡异的气息。而此时武瑶和苏幼薇两位神元宫的二主母也同样感受到了对方那亡灵般的恐怖气息后，他们的柳眉都在这一刻微微一蹙，并且带着极其凝重之色。这股气息，虽然武瑶、苏幼薇的声音很轻，但依旧是被萧炎、林动牧尘他们听到。再看到他们脸上的神色，可以推断出他们应该知道这东西的来历，但他们三兄弟并没有去提问，因为他们的专注力更多的是在这看似三道虚无缥缈的身影所散发出来的那股亡灵般的力量。在这个瞬间，众势力神奇强者的眼前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狠狠撕扯，扭曲的光影中，三道虚无缥缈的身影周身的液体开始沸腾起来，最后却是蒸发在虚空中。他们全身上下都被衣袍遮盖，根本看不清他们的容貌。他们没有踏足于任何一艘超级方舟，却轻易撕裂了空间的束缚，仿佛从遥远之地降临于此空气中，弥漫着未知却让人无比恐惧的亡灵气息。众势力神奇强者的心脏都像是被无形的手紧紧攥住，呼吸困难。他们的眼神在那三道身影上来回徘徊，试图想要透过深黑色衣袍寻找答案。然而这些身影身上所散发出的气息却是让人无法捕捉，仿佛是融入了四周的环境，又似乎凌驾于万界之上。四周的一切仿佛都静止了，时间在此刻失去了意义。即便是那些平时自视甚高、傲视群雄的神奇强者，此刻也不由自主地收敛了自己的气势，生怕惊动了这些神秘来客。忽然间，一阵轻微的破空声响起，三道虚无缥缈的身影缓缓踏出，他们的动作和谐统一，仿佛是同一个意志在操控着一般。尽管没有言语，没有更多的动作，但那种亡灵的压迫感却如同实质般笼罩着每一个人的心头。这三道虚无缥缈的身影，无论是来历还是力量，都超出了众人的认知范畴。他们无法理解这股力量的恐怖，更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威胁。在这一刻，所有众势力神奇强者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这股力量是他们从未遭遇过的。而如今他们竟然出现在了圣花殿，难道他们也是来参加万界圣子争夺战的？此时就连神奇联盟、丹神塔以及神罗殿、天罗殿、阴阳殿等超神势力都对那三道身影感到一股危险的气息，表情变得格外的凝重。如此强大的存在，怎么也来参加万界圣子争夺战？还是说他们另有企图？他们个个都紧盯着这三位神来客，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警惕。他们能感受到这三道身影蕴含的力量，即便是以他们的修为，也难以窥视其深度。这股力量就像是古老神话中的存在，超越了他们的常理，让人不由得心生敬畏。然而他们只是轻轻的一挥手，身后的次元虫洞竟是消失的无影无踪。时间在这一刻仿佛凝固，所有的一切都等待着这三道神秘身影的下一步动作旋即。这三道身影直接脚踏虚空，他们每一步的跨出都是带着一股恐怖的气息席卷而开。众势力强者纷纷露出久久不消的惊骇之色，下一刻就出现在了圣花殿的巨大虫洞之前，似乎等待着万界圣子争夺战的开始。如果这三人都是来争夺万界圣子之名，恐怕在场的所有神奇强者都感到了无尽的压力。从 50% 的获胜几率此刻直接被拉倒 1%。 随着时间的推进，圣花殿外众多势力神交强者如森林中的巨兽，静立于广袤无垠的天地间，他们的目光坚定，神情冷峻，
仿佛下一刻即将上演惊天动地的剧目，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凝重而又压抑的气息，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可能触发万界圣子之争的导火索。在这种清静之下，数日时间眨眼即过，而圣花殿的万界圣子争夺战也是在那无数神交强者的期盼中姗姗来迟。当那争夺战一日来临的时候，整个圣花殿上下有着无数战鼓擂响，响声如闷雷，嗡鸣的传荡在天地间，竟是引得无数人热血沸腾。因为在那鼓声之中，仿佛是蕴含着磅礴战意，令来参加万界圣子争夺战的神交们战意昂扬。